意識本身它有很多種意識嘛。這個道家裡面講這些人有不同的這種魂魄嘛。就是每一種魂魄其實都是不一樣的意識嘛，主管的那個區域和功能都不一樣。很有道理。这个就是他是说有几個魂，7魂嗎？還是什麼7魂8魄？什麼3魂7魄嘛。然後好幾個，不止這麼3魂7魄，還有很多別的。對，就是而且這些所謂的魂魄，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作是一種意識嘛。就是如果說我們因為某種原因，然後缺失了這種某一個魂魄呀，就有的人說魂丟了嘛，這種感覺，對吧？對。然後我們的表現就是可能基礎的，我們吃個飯吶，就是洗個澡啊，睡個覺可以。但可能你讓我們去處理很複雜的這種事情或者情感的時候，可能就會有點不好用了。就是說，意識它和魂魄似乎就是指向同一種東西的感覺哈。對，就是魂魄和意識它其實有很大的交集，就是如果我們承認是有靈魂的，那麼其實靈魂它的這種主觀性，它的這種能夠意識到一些存在的這種反應能力，其實就是我們說的意識嘛。那你的意思是意識是一個更大的概念，就是它比魂魄還要再寬廣一些？我覺得意識它是一個一種就是心理層面，或者說是精神體驗映射層面的，它也不說是一個更大的層面，只是說它是反映了這樣一種能力，反映了我們可以去對一些事物產生感知和感覺的這種能力。就是意識它指向一種能力表現。對，它的這種可以類比成我們的味覺嘛，或者我們的聽覺視覺，就是它都是能夠對這個世界去捕捉一些東西，然後去加工這些信息的這麼一種功能。然後我覺得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你剛才說的捕捉嘛，然後加工嘛，但是它最後你說就是它有一種比如說像審美這種東西，你說它是不是屬於意識的呢？就是它會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些喜好啊，或者說偏好啊這種感覺。對，就是它會有一些偏向性。這個怎麼說呢？它可能是其實有點像是如果你說它是與生俱來的話呢，我覺得可能是不夠準確的，它可能更像是這個意識它在就是學習和吸納外界這些影響的時候，它漸漸產生了一個基於他自身的一個狀況，然後產生了這樣一種偏好吧。就像有的人他可能比較喜歡吃甜的，有的人喜歡吃辣的、酸的。對，他就像是一個這種偏好，其實很複雜，就是很難說它是完全是天生就有的，它其實更像是在一個長久的這種經歷當中，它生成了一種習氣，或者說是一種習慣吧。明白，這個我能理解。就是你看，如果說我們相信人有意識的話，可能最後會指向人有一些背後的東西，比如說是靈魂吶，對吧？魂魄呀。然後如果說我們相信了這些
意識的一些特定的表現，比如說一些偏好、一些審美，那麼就要相信這些背後的靈魂，它可能有很豐富的一些經歷。那這個經歷如果說不是像你說的與生俱來的話，不是我們生下來就隨機組合成的，那這又指向了另一個事情，就是它會指向輪迴這件事兒。因為我們生下來如果不是一張白紙，是有很多的習氣和偏好，那只能是在上一世或者前幾世的這種魂魄的這種經歷形成的習氣帶到了這一世，似乎只能有這種解釋。就是你想講的是，意識它可能跟靈魂有這種綁定的關係，就是當我們認識到有意識，可能就是意識就是來自於靈魂嘛。对，但它背後有一些東西導致它有這樣的表現嘛。对，就是怎麼說呢？意識這個東西，它在唯物主義的這種世界觀裡邊。它其實也有一套它的解釋，就是他們會把它認為是，就是生理層面，這些生化反應，還有基因的這種表達，对，就是靈魂的話，它是否存在，還有它跟意識是否具有這種綁定的關係，我覺得倒不是一定的，就是意識它就是一個功能現象，這個功能現象你用唯物或者唯心的，或者有靈論或者無靈論都可以解釋，它都是一種就是能夠扯得上關係。就是我打個比方，如果說意識就像是一個工厂、加工廠一樣的話，你的意思是，我們可以說這个工厂是物質的啊，怎麼樣排列組合的，對吧？基因導致的表達的，我們也可以說它是背後的這種精神層次、精神世界的這種靈魂的一些習氣啊，一些記憶導致的。就是無論我們怎麼去理解它，但是我們從我們的人類的一些反應上，我們是感受到了這個東西的存在的，對吧？對，就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就是其實我們生活中遇到的這些現象，還有我們感知到的東西，我們從唯物、唯心，或者是從有靈，或者說是機械論各種角度去講，它其實都能夠有一套解釋的途徑。就是他們之間在意識這個層面上還沒有就是達到那種衝突，就是說不是說你唯物，你這個人就是沒有意識的，或者說你是一個相信有靈魂存在的人，你就是因為有靈魂所以才有意識，就是它不是一個綁定的東西，就是只是兩種，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解釋有很多種，但是意識是作為一個在所有觀點和所有立場下都會共有的一個功能現象。很多時候我們去聊的時候，容易產生一種矛盾，就是會把這個意識偏向性的去帶向某一個立場。我明白，就是我們會有一種就是結果導向，因為我看到了一個結果，我可能會說啊，這是他的什麼童年陰影啊，這是他的原生家庭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實它可能不是那麼簡單的、粗暴的去理解的一個東西。對，就是當我們去認識一個東西的時候，如果我們站在一個立場上，我們往往是很難看到它的全貌的。就是當我們要真的去學習或者了解一個東西，我希望就是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多個方向去接近它，去闡釋它，或者去了解它。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站在一個多方視角上，得到一個更高的一個全
全方向的一個視角，我們就可以理解得更透徹一些。就是比如說我們经常在影視劇上會看到那種靈魂互換呢，对吧？喜劇片當中經常有這種劇情，然後你會看到，比如說一個就是他們倆的一個，比如說情侶倆，對吧？男生的靈魂換到了女生身體上，然後是肯定他的整個的這個精神狀態是男生的一個狀態，但是他多多少少可能時間長之後，他會因為這個女性的身體給他帶來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對吧，事情啊，一些習慣，包括可能女性的力量啊，各方面不如男性那麼，对吧？那麼的所以他可能时间长之后也會對他的言行舉止，對他的這個整個加工廠這個意識是有一定的影響的。所以你說的那個就是沒有捆綁性的，是指是說，比如說靈魂，比如說 A 靈魂，它投在了1、2、3、4、5具身體上的時候。它會有比如說 A+1、A+2、A+這個3這種不同的表現，是不是這樣去理解？但是這個 A 你承認它是始終是相對比較獨特的或者說唯一的存在嘛？就這個 A 是不變的，我能不能這麼理解？你的理解就是它是有一個它的這種其實我剛才講這個捆綁性是想把這種我們對一個觀念的這種限制性認識先把它給解除掉嘛。就比如說我們去聊这个我們身體上比如說有一個病痛，如果我們從那種靈魂觀的角度來講，可能我們就只能看到是不是我們情緒上或者靈魂某一個地方能量流就是能量流它不是很暢通，或者說靈魂某一處有一些隱隱作痛的一些不好的意識或者傷害，它導致了這個事情。就是但是呢，我們其實如果就是不只是把這種疼痛跟靈魂去做捆綁的話，我們還可以去看到可能這個疼痛是來自於身體層面的，比如說可能是因為你吃了什麼不好的東西，它導致細菌感染了，所以你肚子痛，或者說是可能是因為你不小心把那個地方給壓到了，或者說是割傷了，所以那個地方你感到疼痛。就是我希望我們在討論這種一個現象或者一個功能或者一個觀點的時候，我們能夠去把我們預先做的這種假設和這種思維上的慣性或者這種捆綁關係先給它剔除掉，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多角度的去了解我們產生這個疼痛它的原因。可能從不同的觀點上我們都能看到有一些合理性的解釋，我們就可以去綜合這些不同的視角去得到一個更全面更有就是客觀性的一個答案吧。這個我其實是認可的，就是因為我也感覺有的時候我們去討論這個東西說可能這個玄學家或者一些算命的他就會說你這個是因為什麼原因導致的，你前世你這個腰這個地方怎麼被捅了一刀，所以你這輩子就腰總疼。對，他們會很片面的去，甚至在不了解你的基礎的情況下，對吧，就得出一個很片面的結論。所以你的意思大家有的時候會被這種東西很容易就被誤導了。這個我是認可的，就是因為我們探討的這個是意識嘛，就是首先我們認清意識，它其實是一個很綜合的一個表現，可能是肉體層次的，可能是一些
記憶啊，或者說靈魂印記啊，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準確的分辨出到底是哪一個層面導致的這個結果，是這個意思吧？对，就是它是一個多維度的，可能不只是我們內部的原因，可能也有很多外部的原因，甚至有很多不在我們理解範疇之內的一些影響，就是对探討意識這個東西，就是咱們把這個話題盡量往開的引嘛，就是聊得大一些，對，聊得大一些，發揮想象力啊，对，是，因為我感覺你的心態就是非常的開放嘛，就是確實很寬廣，我感覺也很好，就是因為我自己的思想也不是那種說願意認為它就是一個單一的結論這樣的，我覺得確實很多事情還是得保持一個謙卑的姿態嘛，就是我們也要認知到有些東西我們是不知道的，是目前無法理解的，真是這樣的，就是我們其實作為三維生物，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維，有很多層次我們都是很難接觸到的。对，我們可能大概了解一下它的意思，但是可能內涵性的呀，或者說真正它的原理啊，我們是無法就是說準確的去了解的。但是我們希望就是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嘛，盡可能的去包容並蓄嘛。是，至少要給它一個存在的可能性嘛，不要去把這個東西直接否認掉了，對吧？所以呢，就像你就是可能在唯物和唯心之間，你都是有一定的保留空間的，是不是？就是你並不是一个很絕對的這樣的一種唯物主義者或者唯心主義，對吧？對，因為很早的時候我在閱讀某一本書的時候看到一句話，我覺得它可以作為一個座右銘一樣的存在吧，就是它有講到真理它是在對立之上的一個存在，就是一旦你陷入到一個對立之中，你是看不到真理的，是，就是必須要跳出對立的這個層級，你才能到一個更高維的視角去看待這個事情。是，因為我的直覺就是我覺得就是你說的那種真理啊，那種高於一切的那種存在啊，或者那種知識啊，我覺得它我的直覺啊，就是我覺得它一定是比較平和的，就像你說的，它是超越對立的那種感覺，就是它不是在某一種這種拉扯的狀態當中，它可能我的直覺告訴我，它其實是一種很平靜平和，然後比較陽光燦爛這種感覺的東西啊。如果說它這麼高的東西都不是這樣的狀態的話，那我覺得那它也沒有意義了。對，就是你的直覺很準。真理它就是一個脫離了情緒，脫離了這種矛盾和衝突的這種存在。往往我們陷入到這種情緒矛盾衝突之中，就是因為我們腦子鑽了一個牛角尖嘛。對，陷入到一個死胡同裡邊，一個特別狹窄的視角裡邊。對，這個藿香來了。Hello， 藿香。我聽到。什麼時候來的你？我剛踩進來。踩進來。我們剛才很燒腦的話題，真的。確實可能有點聊得太大了。說了個啥？我們把意識拆解了一下。對，就是我們講了一下意識的這個範疇。就從詞根上也講了一下這個意識是怎樣一個東西。你可以在以後聽節目嘛。對，好啊。我們剛才聊的就是叫做這個意識這個單詞，這個詞，對 ，consciousness， 對。藿香，你方便嗎？你在？方便啊。
对，你要方便你就可以大胆发言，对，可以加入进来。对，它是良心的意思吗？还是什麼？我都忘了。意識嘛。啊，意識。對，就是神志清醒的這種感覺，對，清醒狀態的主觀體驗。然後他這裡面還說到了，比如說失去意識，那我們都知道失去意識的時候人是什麼樣的狀態，對吧？那就是完全沒有反應。就是像那種催眠中的狀態，或者說是暈厥的狀態。就是你看，我想哈，失去意識，比如說我們完全的失去意識，可能就是像植物人的狀態，對吧？沒有任何的反應。那像你剛才說，比如說我們被催眠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是單一的在接收的這種狀態，對吧？我們沒有很強的自主性，就是外界如何去引導我們，我們就這樣隨波逐流，对吧？這其實也是某種程度的失去意識，或者說失去部分意識，可不可以這麼理解？对对。怎麼說呢？催眠它因為這個被催眠者和這個催眠師他之間有這種信任關係，所以他通過這種催眠過程，他讓這個被催眠者他一次次的去卸下了這種意識的防備嘛，所以你會覺得這個被催眠者可能沒有太多意識的參與，基本上就是在催眠師的指令下去做調整或者說是改變，是，但其實也是基於這種信任關係。是。那麼也就是說，意識當中是有一個防備的這樣一個功能的。對，就像是我們的一些生命基礎的，像呼吸啊、心跳啊這些基礎的這些維持生理正常運轉的這些功能，它其實它有一個單獨的腦幹去做控制嘛，就是意識也是這樣的，就是其實在我們深層意識或者說最基礎的那個意識層面，它可能是有這種類似於生命這種底層架構在的，它在維繫我們意識的基本的功能或者說是完整性不受到那種侵害嘛。是，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於意識的，就是大家很多願意去聊的一個詞，就是潛意識。對。那就是潛意識，我們如何去理解它呢？我得查一下潛意識。好的。因為我在學習這種靈修課程的時候，也上師經常會提到潛意識，然後就覺得這個東西真的點擊率很高啊，經常會提到。我想要不要講一講，你覺得潛意識是個什麼東西？潛意識就是你接收到外界一些信息，或者是你大腦中原本儲存的一些記憶和經驗，但是沒有被你用意識調取出來嘛。相當於一個背景一樣，或者是那種一閃而過的一些神經反應，它並沒有引起你的注意。就是你認為它是我們記憶當中並沒有浮現出來的，然後但是被我們接收到的一些信息構成的。當然也有一些它是暫存在我們的感覺當中，並沒有保存在長期記憶裡，可能過一會兒被清除了。對，就是它可能存儲的地方還不一樣，是吧？對，就是即使我們當時忘記它，它實際本質上它並沒有徹底的被清除，是不是這樣？是這樣的，就是我們只要能接觸到，雖然我們的意識在當時並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它其實也深深的烙在了我們的這種腦海裡邊，或者說是其實就是我們的腦子它
存儲這些信息，它是在大量的存儲，只是它調用的很少。有點像是我們玩這個電腦一樣，就是我們打開一个網頁，其實我們要看的就某一個特定的板塊，但其實它把所有的板塊它都加載出來存儲了。那它存到大腦之後，那這個就是終點嘛？它是不是經過大腦之後還得進一步存到所謂的可能是靈魂的記憶當中？我覺得它應該是有那種就是它是有這種層級的嘛，它是分這種類型的，就是哪些信息是很重要的，哪些信息是次要的，它可能會大量的去存這些信息，但是呢，這些信息它就像是放在抽屜裡面的文件一樣嘛，它可能重要的文件它可能是放在我們容易獲取的地方，就是我們容易上手去拿到的地方。對，就是你也認可它其實都是存儲的，它都是不會遺失的，去大量去存儲的。因為我之前看那個，比如說就是最強大腦嘛，那些很厲害的人，然後比如說像水哥，他就講他這種就是屬於記憶力超強的人，就是這一天當中的經歷，他可以就像讀取硬盤的資料一樣，可以全都能讀取到，所以就是過目不忘嘛。那就是說，其實我們大腦運作的原理可能真的就是這種，全部存儲，但是因為每個人的能力、智力不一樣，我們能調取的能力是不一樣的，對吧？那他可能就是超強的智力，他就可以把一天的東西全部記下來。然後他說這樣其實負擔很大，因為他的整個的就是思維吧很活躍，他說這樣就會很累。雖然他的能力很強，但很消耗他自身，他就會有點，比如說睡眠啊什麼就容易受影響。然後他說他就自己總結了一個方法。就像你說的，他想象，他就腦海當中想象好幾個這樣抽屜啊，這樣一個文件夾，然後把這些內容相應都塞到了1、2、3、4、5、6、7、8個文件夾裡面，然後當他需要的時候再去調取這些東西，然後他就真的像一個電腦一樣，他能把這些東西塞進去，然後他說他這樣之後，他就變得輕鬆很多，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在表面上了，他是這樣去說的。對。可能對於他來說，他缺少一個這種默認的這種分配記憶的這種一個功能，所以他需要後天自己去去想象或者說去創造這樣一個分類空間。但像我們就是普通人，可能就我們不需要主觀的去想象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自然而然的就把我們經歷到的這些記憶去給它分門別類了。對，我覺得是這樣，就他可能是一個特殊情況，對，雖然他是超高的智商智力啊，這是優點，但是某種程度它也是一種意識的一種異常的狀態，我覺得。對，這種超憶症的這種人，或者說過目不忘的這種人，其實在我們身邊還佔挺大比例的。只是可能我們平時也不會跟別人聊到這些。就我覺得學習好的人應該都會有點這種東西，就特別好的人，應該有一些關係，就是畢竟我們這種考試嘛，應試制度是它就是需要死記硬背嘛，過目不忘，對，就要過目不忘，是。但是大腦它其實是有一個，就是它是有一個額定功率的嘛，就像一個電器，就是你在記憶這一塊，你分配了太多的精力，可能你其他的這種功能，它的可能會受限，或者說是受阻吧。是的，就是因為我是就是藝術啊，或者說音樂這方面比較那個嘛，對吧？比較擅長，或者說感知力比較強，然後各方面都很，就是我覺得還比較不錯。然後我天生的對於這種數字啊、數學啊這種很純邏輯性的東西，然後就是這種思維吧，就是很差。然後當然就是差到就是說上初中的時候就已經明顯是短板了。
就是這個數學對我來說，這個分數啊，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就感覺，因為其他科還比較好嘛，然後老師就說，你看你就這個數學不行，然後再說，然後我就在想，那我也想行啊，但是我們後來发现，就是好多音樂方面比較有天賦的人，數學都特別的差。我還算是那個不算是最差的啊，對，但是我就明顯感覺到我對於數學公式啊這些東西，就是一個是不感興趣，再就是像你說的運作起來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腦子很吃力，對，非常的累。這個就是跟我們從小成長這個用腦子的方式有關係，就是我們腦子在小時候它是一個黃金成長時期，就是你從小培養了怎樣的用腦習慣，你可能就会使某一塊得到這種超出常人的這種發展，但當然可能你另一塊你可能不常用，可能它就發展的沒那麼好。是我在小的时候就发现我的口算速度比其他人慢。就是这样。我现在算，比如说7+5，我都会经常会算错，就是我会很模糊到底是13还是12，就是特定的某一个组合，我就会觉得我需要想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比如说其他的，比如说7+8，我就是背下来了等于15。然后就是只要是涉及到数字的，我就会很没有自信，就会再三思考，所以就速度就很慢。7+5是多少？是不是13？是12吗？我真的，我刚才又想一下，我说没说錯？5+7等於12嗎？這個加7啊，是吧？對，12。這個其實每一個人他做算術的時候，他思考的角度和方式都不一樣。是，可能有的人是比如說7+5，有的人是把這個5先拆成3和2，然後把3和7變成10，然後再加這個2，就等於12。對，我是這種的。當然有的人可能就是他不需要去做這種細微的拆分，他已經形成了這種類似於肌肉記憶一樣的東西。是，怎麼說呢？就是像以前，就是我們上學的時候，有很多那種做這種記憶培訓的這種，類似於營銷或者說是推廣吧。我小時候還接觸到過好幾次，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可以當做一個有趣的經歷給你們講一講吧。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類似於CCTV 10的那個我愛發明裡面的一個發明人，他突然來到我們的學校，然後來到我們班級，做了一個他的一個產品推廣。他這個產品就是做增強記憶的，他認為就是你只要帶上他這個產品，你就可以在背書的時候比別人快1倍以上。這麼好玩？對，所以我們整個班級就跟着他去做了一場實驗嘛，去一半的人去使用他的產品，一半的人不使用，然後去看一下背書的效果。當然最後的實驗結果因為做得非常不嚴謹嘛，首先一個班裡面有很多人他本來就是背書背得好的，有很多人就是背書背得差的，如果你這個人數在分配的時候就並不是那種均勻分配，或者說這個人數太少，其實這個實驗的結果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對，所以結果就是當然是就像他說的，就是帶了那個設備的人可能背書會背得比沒帶的會快一點，但是我覺得還沒有那種科學上的意義吧，就是我想講一講它這個設備是怎麼設計，怎麼個原理，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重新開一下講吧，還有30秒。好。讓你來主持嗎？
没有，就是大家都聊嘛，都主持都可以。我也不是说特別的了解這個話題吧，就是也不知道會走向何方吧這個話題，所以我也挺困惑的，我就感覺。對，這個咱們多聊一聊可能會清晰一點。是，探討一下。我這邊語音聽得清晰嗎？挺清晰的，很好。我給他倆發消息了，看他們回我吧。咱們可以先閒聊嘛。对，你看意識它的那個英文是叫什麼 conscious 還是什麼來着？我查一下。conscious。对，你看啊，就是我先從字面意识上那個字面意思上來了解一下。你看，就是英文的這些詞，比如說靈性啊，然後什麼這些意識啊，它都是不同的詞，對吧？所以我就覺得，那既然是不同的詞，肯定它就是會有一些交集，一些類似的地方，但是肯定有他們不同的这種不同的这種怎麼說？你說含義吧，我覺得就是我先查一下這個詞啊，就是一心不能二用，我這邊打字，這邊腦子就不轉了。沒事兒，慢慢來。意識啊，英文。就有的時候，我覺得從英文的角度去理解，就對於我們中文的作為母語的這種，可能是一個新的角度吧，就是。對，這個確實。就語言的話，語言它的這些造詞都是挺有講究的。是。知覺，你看它是指人的知覺、清醒的狀態，或者是主觀的體驗。總結的挺好的。就是我感覺啊，就是我的理解，意識仿佛是一種很綜合的一種東西。你看，它既包含你的知覺，然後可能甚至包含你的一些反應。就是我們不僅是接收到了信息，我們還對這個信息進行了一種處理，然後處理之後呢，我們又輸出了，對吧？某一種特定的一種反應或者說一種結論吧。所以我覺得意識就是它是個比較複雜或者說比較綜合的一種表現。我覺得它並不是像其他的，比如說我說的那種精神啊、心靈啊，就是那麼的比較單純吧。我覺得相對來講，你覺得它是一個比較雜糅的概念，它可能包含了很多個層次。對，有點混合體的感覺。確實如此。